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我们来看更新版本抢先看的一些图片啦。这一次的剧本重点就是特洛伊之歌啦。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一次很用心的去做这个海报，之前的海报好像都没有这么帅。所以这边我们会看两边，这个是英文版本，这个是中文版本，看一下这一次有什么特别的更新。首先，全新赛季剧本就是特洛伊战歌，选择神明获得专属祝福，开启全新职业玩法。它这个职业玩法我有点想到DOTA，运用木马奇谋深入敌后。那你可以用那个木马当做是一个临时的要塞这样子放在敌方那边，然后你就可以牵程过去那个方向。当然它让你牵程过去不代表你的城市是安全的，你的城市依旧还是会被打的。再加上会推出2个新的统帅，阿格留斯、赫克托尔，颠覆过往的 KVK 战术，所以它玩法上面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啦。当然我个人是期待的，只是希望我的期待不会变成失望啦。因为之前有看过好几次他们想要推出新的剧本不同的玩法，但是出来的结果还是让我感到比较失望的。那关于职业方面呢，我在之前的影片有大概跟大家讲过，就是有4种不同的职业，然后每个职业有不同的提升。那这个木马记呢就暂时看不到太多东西啊，因为它只是放一个马的图片而已。但是这个剧本里面有奥林匹斯决斗场，它是让你组织好你自己的队伍，它会一个一个部队派进去跟敌人厮杀。我是感觉这个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只是如果你是没有花钱的玩家，能力比较弱的玩家可能会打输啦，有可能。下一个部分就是阿基米德与玛丽一世这2位 K2 的远程统帅。那之前我讲这个是史诗级的统帅，那实际上他是传说级的统帅啦，我记错了。可以看到这里是防御力工程车提升 15%， 伤害减免加 3%，这个可以啊。但是远程其实比较需要用到攻击力啊。相反的，这里我们看到玛丽一世他这里是提升 15% 的攻击力，还有所有伤害提升 3%， 其实他这个争议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或许之后玛丽一世的表现会有所提升，但毕竟他们还是 K2 的统帅，那个数值还是偏比较低一点点的。不知道博物馆加强了之后会不会变得比较好呢？这个我们再看。下一个新的国王技能，这个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介绍过，然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些玩家就表示说赞同，我希望这个技能出来很久啦。这个技能叫拘禁，可对目标执政官实施精准管控，就是你连他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的，禁止让那个玩家进入失落之地，实时定位主城坐标，掌握动向，守护王国秩序，更安心。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还有名单了，哇哦，可以放5个玩家，可是5个也太少了吧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这边的规则，国王可以搜索并添加玩家进入拘禁名单，只有国王才可以哦，其他人不可以哦。王国内战力排名前100的玩家不可被添加进入拘禁名单哈，要么那个捣蛋的玩家他在前100里面的话怎么办呢？因为之前是真的有试过一些大佬啊，或者是一些玩家造反啊，他的战力是在前100名的。就比方说之前我有介绍过这位玩家，他是买了 Kiss 的账号之后在王国里面捣烂，他从原本有3亿战力，然后把自己搞到剩下8000万战力，就是在里面捣蛋。但是如果在他之前拥有3亿的时候，国王是没有办法把他放在名单里面的，没有办法处置他。那假设说他一直在那边捣乱，一直在回血，一直在训练部队的话，那怎么办呢我是比较好奇这一点呢，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前100名的玩家不能被添加里面，这个看你们怎么觉得吧。第3点，拘禁名单上限为5，每5天可以添加1位玩家，在被添加进入拘禁名单的30天后，被添加的玩家将被自动移出拘禁名单它还会自动移除的。就是说第一次我放了1位之后，我就要等5天之后才可以放第2位的意思吗？因为他这边讲要每5天才可以添加1位，最多是5位，所以是还需要等的。只有玩家位于原王国的时候才可以被添加至本王国的拘禁名单，在失落之地里面是不可以的。被添加至拘禁名单的玩家不会被记录征服赛季等活动的匹配计算之中等一下，这样他这个技能是不是可以当做休假券来用
可是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休假圈你依然还是可以进到失落之地去打一些野蛮人，就是进到失落之地里面去发育啊。可是这个名单是完全不行啊，完全不能进到失落之地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如果比较起来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拿那个休假圈会好一点。除非你的王国是真的有很多活跃玩家，连你那个休假圈都不够用啊，可能你就可以把玩家丢进来这边。至于这个名单能不能手动被移除就没有说清楚啊，不过正常来讲应该是可以手动移除的啦。接下来失落之地分线，那这一次更新之后，王国报名有分线的时候，国王就可以勾选玩家的名单，因为像之前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些玩家加入到某一些联盟之后，国王才可以去报名嘛。但是现在这样子改了之后会比较人性化一点，国王就可以精准的去选择到一些真正想要打仗的玩家。更改了之后默认都会出现一条路线而已啊，但如果你想要分成另外一条路线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增加。假设说你觉得一条路线已经够的话，这样你就用一条路线就够了。但是我觉得多数先锋王国他们都是会分成2-3条路线啊，让其他的玩家可以去到失落之地里面采集种田。接下来卡鲁拉克从原本最高50等级变成30等级，奖励保持不变，挑战压力剧减，我们不需要打那么久了。召唤部队所需的行动力适度提升，因为从原本50变成30了嘛，所以调整是很正常的。连续挑战时刷怪位置同步优化，走位操作更加流畅，减负不减收益，体验全面升级。这个就是之后看到的画面哦，每一个等级都有镜头哦。接下来远征前夕就是前置啦，版本更新之后，前置活动迎来优化升级，最终排名奖励改为阵营排行，全阵营共享荣誉与争议环节，协作问鼎巅峰。阶段任务精简优化，取消公示阶段，直击重点。所以这边看下来的应该是他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马上进入 KVK 啦，我个人觉得，因为他已经是没有那个展示阶段了嘛，所以时间也会缩短。不过这边界面看起来基本上是差不多啦。接下来就是签到的部分，因为是他们第100次版本更新了嘛，所以他们这一次就推出了这个活动，签到就可以拿到一些资源加速，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统帅雕像。但是这边统帅选择呢就不确定可不可以选一些我们没有召唤过的统帅，但我觉得比较大概率就是选择我们自己拥有的统帅而已啦。但这边要用到的时间还蛮久的，你要登录到第28天吗？如果你们仔细看这边的图片的话，我没有注意看到这边完成30天的签到任务。这里都有写了，议员你在猜测什么东西？然后每一天还可以拿到其他的东西啊，还有包括君王之石。那君王之石你们就可以去开那个君王宝箱，里面都可以召唤一些金色的统帅，而且不是只有金头而已啊，它还有包括紫色的雕像，所以或许这个活动应该还不错。接下来我们看浮光晕影，就是之前我们拿皮肤的那个活动了，但是这一次有新增加的东西，像是有连战播报、动态表情、个人主题、全套秋日主题外观，还有新增加特惠礼包星泉之梦，直接拿到起源币。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是长什么样子了。如果你的统帅他连续击杀了多少，它就会出现到我们报告那边所写的标题，就比方说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然后就会有说到你总共击杀了多少的执政官，这里是有显示出来的。然后新的主题呢就是秋天哦，你们可以看到有枫叶，黄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聊天室的那个主题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装饰品。然后新的表情图这个是什么？栗子吗？松果吗？像是松果多一点，这个才是战争主题。那这个应该是我们个人界面，那我们的头像就会在这个蘑菇里面也是蛮可爱的，但是这个黄色就没有这么帅哦，秋天的主题。但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战斗啊，只是让那些大佬他们有其他的地方去花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啦。因为他们再不设计一些东西出来呢，大佬就没有地方花钱了，不然就是要设计一些可以加强他们的争议什么之类的，那到时候跟我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是支持他们去设计这种东西啦，如果大佬愿意的话就给他们自己去花钱吧，不要影响到我们战斗就行了。大概是这样子啦，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至于各位看到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呢？有哪一些部分是你个人比较满意的呢？比较失望的就是它还没有出现新地图吧，我想看一下这个地图他们是设计到怎样了。假设说又跟之前一样又是四方形的话这样就有一点太无聊了。它就是我比较好奇这个阵营有多少个，所以这个需要再看了，看他们那个地图设计到怎么样。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如果有哪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